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美军委内瑞拉行动后，普京或将抛弃伊朗以示好特朗普。俄战术导弹被曝内置古董真空管。俄罗斯远东七区紧急发行17%高息人民债券。根据彭博社最新披露，随着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落网，俄罗斯正准备对其次要盟友进行深度的战略剥离。多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透露，为了换取与特朗普建立稳固的个人与外交关系，普京正考虑放弃对伊朗的支持。尽管俄罗斯与伊朗在2025年10月刚刚签署了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但这份协议看看就行了，谁当真谁就输了。彭博社指出，由于自身军事与经济资源极度紧绷，俄罗斯已基本丧失干预中东局势的能力。这意味着一旦美国或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新一轮打击，俄罗斯可能只能在口头上表示支持，而绝不会直接下场。其实这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征兆早已显现。在2025年中期持续12天的以伊冲突中，俄罗斯的反应近乎迟钝。伊朗最高地判断委员会成员甚至公开抨击称与普京的联盟毫无用处。更有情报指出，莫斯科疑似为了政治交易，向以色列分享了伊朗防空系统的机密信息，直接导致以色列空军能够精准摧毁伊朗中部的战略目标。从叙利亚到委内瑞拉，再到现在的伊朗，普京正在有计划地出卖昔日盟友，向特朗普递交一份投名状。而在战场硬实力层面，俄罗斯引以为傲的战略打击手段同样因技术底层被扒光而陷入尴尬的境地。据 Defense Express 报道，基辅法医鉴定科学研究所在对俄最新研制的真数导弹残骸进行拆解时，竟然发现这款号称不可拦截的武器核心电子回路中竟大量使用了过时的真空管组件。都知道俄军喜欢夸大其武器性能，没想到这次夸大的尤其离谱。对此，俄军辩解称，采用真空管技术是为了增强导弹抵抗核爆电磁脉冲的能力。然而，这种说法遭到了技术专家的集体打脸。分析指出，真空管体积极大，耗电严重且发热量高，早已不符合现代导弹小型化与高精度的需求。为了证明这种落后，专家对比了美军的技术曲线。早在20世纪60年代研发、70年代服役的美国义勇兵3型洲际导弹，其制导系统就已经全面采用集成电路，并完美解决了抗电磁脉冲问题。这意味着俄罗斯在2026年发射的导弹其内部电子技术甚至不如美国50多年前的旧货。另一边，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俄罗斯开始向民众要钱。据乌克兰真理报消息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7个行政区，包括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滨海边疆区等，正在发行一种名为人民债券的融资产品。为了诱导民众借钱给政府，这些债券开出了高达16%至17%的固定年化收益率，这一数字甚至高过大多数银行的商业存款利率。尽管俄官方宣传这些资金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的救命钱。俄罗斯财政副部长莫伊塞耶夫更是公开呼吁，买债券就是爱国。这种将民众积蓄直接与政府债务深度捆绑的做法，预示着俄罗斯财政已进入极其危险的阶段。截至2025年10月，俄罗斯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总额已达4.25万亿卢布，全年计划突破了5.7万亿。这种激进的融资节奏预示着俄罗斯国内可能面临的恶性通货膨胀风险。大家又认为俄罗斯经济的未来将走向怎样的局面？好了，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局势演变我们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